現在在小孩堤防這邊也是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的一個景點。這邊是荷蘭特有的風車群，它跟上次我們在阿姆斯特丹那邊看的風車群是不太一樣的。那個風車群比較算是觀光為目的的風車群，小孩堤防這邊的風車群呢，當初是因為要改善當地的地質，你也看一下。那個荷蘭這邊的土地都是偏低的，全荷蘭的地形只有在海平面上1公尺而已，所以很多的地方都是與海水很容易就會把土地給淹沒。一直到了17世紀的時候，他們才想出了這個辦法，蓋了許多風車，排掉這些流進來的積水，讓他們有足夠的土地來使用，算是與海水爭地的這種概念。小孩堤防這邊呢，也有一個民間流傳的故事，是當時有一個大洪水淹沒整個這個村莊。那等到洪水退去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木質的搖籃在裡面。那大家講說裡面應該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後來發現裡面竟然有一隻貓在裡面跳來跳去，保持着這個搖籃的平衡。那加上裡面有一個嬰兒在裡面，就是靠着貓在裡面幫它平衡，所以沒有任何的水淹入搖籃裡面，這個小孩也平安的獲救。那另外一個說法呢，是因為這邊的堤防比另一邊的堤防還要低一點，所以就有小孩的支撐，所以是稱為小孩堤防。在這個大公園這裡，如果你是像我們一樣是步行環繞這個風車群的話，它是可以看到有19座的風車，單純的步行，在這邊是免費的景點。那如果想要遊河的票，就也包含了風車博物館的票，那一個人的話是16.5歐元。我一開始以為這些風車是作為風力發電使用的，查了一下，整個荷蘭有超過1000座的風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他們的地形，因為荷蘭的地形實在是太低了，常常會有積水的情形。這些風車呢，就可以改善這些積水，把積水全部都排出去，非常聰明的智慧，跟一般的風車用途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找到了這個搖籃了，這個搖籃就是剛剛說的，就是靠着貓在裡面幫它平衡，所以沒有任何的水淹入搖籃裡面，這個小孩也平安的獲救。差不多走到小孩堤防的最底部了。大家有沒有覺得跟上次我們在阿姆斯特丹附近贊克的風車群差很多呢？這邊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商業化，比較保有這種自然的風景。所以如果喜歡自然風光的，來這邊絕對是一個非常棒的景點。荷蘭呢，其實到處都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景點，就是花花草草的啊，然後伴隨着風車，非常的漂亮。就有點像那種中世紀的農村的風情，像我身後方這樣。小孩堤防這邊就告一段落了，大家下次再見嘍。